法国生活节，我应该随手拉一个法国人让他教我一下。被 Bella Hadid 烧到推坑的。前一阵子还看到 Jennie 穿它了，直接丢进洗衣机里面去洗。鞋子用的橡皮擦就随便折，职场战鞋，买来3万多，穿这双鞋子从来没有超过1个小时过。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过去的节目里面呢，我和大家分享过非常多的心理成长、社交技巧、职场 tips， 还有从妆容到穿搭的变美小方法，都是普通女生可以借鉴的小心得。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和你们分享过鞋子，对不对？我记得我刚开始有穿搭的概念的时候，跟着时装杂志买了非常多的衣服。每次在穿搭的时候，最烦恼的事情就是鞋子，因为那个时候杂志啊都是纸本的，不像现在一样一套 look 有非常多的图、非常多的角度，常常你看到的一些美照都只有上半身，下半身基本上要靠自己的想象力。所以呢，我就经历了非常长一段的乱穿鞋子的时期。比如说一套轻柔的法式的装扮，然后就配一双很厚重的鞋子；又或者呢，一整身酷酷的黑色装扮，结果呢，我的鞋子很轻薄，导致头重脚轻。所以呢，今天这集呢，我就想要帮和我有一样困扰的女生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呢，我准备了5双我从春天穿到现在的鞋子。这5双鞋子呢，都来自我的宝藏爱牌 Vivaia， 款式有今年超级流行的，也有非常经典的，有优雅造型的，也有日常休闲的。重点是它们每一双都非常的舒服，每一双都可以让你美的不费力。而且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它们大部分是可以机洗的。那我也会搭配这5双鞋子来给大家做一些穿搭的示范。如果你刚好想要买新鞋子，记得看完这一集再出发。第一双拿出来，隔着荧幕我就已经听到少女心在尖叫了。如果2025年你只想要挑战一双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鞋子的风格，那这一双绝对是运动感芭蕾鞋。这双鞋子呢是 Vivaia 的 Christina， 我是被 Bella Hadid 烧到推坑的。她被杂志拍到过的有2双，一双是黑色的，还有一双呢就是我手里一样的这个白色的。这双鞋子呢结合了芭蕾风还有运动风。这几年呢，这种运动感的芭蕾鞋绝对是踩在时尚的第一线，有非常多的品牌都推出过类似的鞋款。其实呢，芭蕾舞鞋一直都有非常多的品牌在出，但是从来都没有烧到过我，因为我的脚呢比较宽，而且非常的肉。传统的芭蕾舞鞋都是这种头是圆圆的，然后脚背露出非常的多。我穿进去之后呢，就会显得我的脚更加的胖，而且这种轻薄的圆头的芭蕾舞鞋呢，一整身搭起来之后会显得我的头更加的大。但是这双就非常的神奇，因为它的鞋头是设计成这样子的方方的鞋头。这几年方鞋头的鞋非常的流行，穿起来呢，就算连我这样肉肉的脚也会有更加修长的感觉。而且像这样子的运动感芭蕾鞋，它就兼具了运动鞋的舒适，还有芭蕾鞋的柔美。你看这个鞋带它都是缎带的，买的时候呢，它的鞋带会有2种，一种是这样子缎带的，然后还有一种是弹性的鞋带。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这样子柔柔的缎带的感觉，所以我就把那个弹性鞋带拆掉了，我就是只放这样子的缎带在上面。而且我还买了一个 DIY 的小饰品给你们看一下，珍珠的串串，它可以这样串在鞋子上面，然后让你的鞋子看起来呢就会有更加的少女风的感觉，有一些你自己的小心思的点缀。你看就是这样子，美不美？美不美？超好看的 bling bling 的，你就会觉得说这双鞋子有了你自己的灵魂。那比起传统的芭蕾舞鞋呢，比较温婉、比较 lady 的风格，像这样子的运动感芭蕾鞋呢，就会更加的兼具了时尚还有实穿。Christina 比起其他牌子的运动感芭蕾鞋呢，它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它的整个鞋面的这个面料是用缎面来做成的，摸起来整个触感无敌，跟你的脚接触的时候呢，存在感非常的低。后跟这边呢，它有加了一个松紧带，哪怕你不穿袜子，直接穿在这个鞋子里面呢，你的脚跟还有脚趾也不会有非常明显的摩擦感，就有一种脚也被疼爱的感觉。而且这个鞋底超级软，随便你折，就是这样子这么软。如果你有帮小宝宝挑过鞋子，你一定会知道，鞋底并不是越软越好，有很多鞋子它也非常的软，但是呢，你穿进去之后一样不会舒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鞋底实在是太薄了。但是这双鞋子呢，它的支撑就做得非常的好，因为它是这样子的橡胶底，不但是舒适感一流，而且呢也是今年非常大势的一个流行元素。再来我非常喜欢的一点是它的整一个鞋底里面呢，它的那个鞋底摸起来是有一种像鸡皮的那种感觉，而且整一个鞋垫就是那种回弹感非常的好，一整天穿下来一样是非常的舒服。这双鞋子呢其实有非常多少女心的颜色，像粉色、粉蓝色，刚好在夏天可以适合去挑战一下多巴胺的风格。但我还是选了白色，因为你们都知道我非常喜欢白色嘛。我有我的方法可以让它变得更少女心，因为我有很多有颜色的袜子可以去搭不同的造型，像这样子搭配剪裁材质比较
较硬挺的上衣，下面呢搭一个短裤，整个人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干练。而且下面如果你搭正常的通勤的鞋子，就会觉得说比较普通。可是呢，如果你搭上了这一双运动感的芭蕾鞋，就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有态度。我最近呢还开发出这样子的用运动的上衣还有运动的裙装来搭配运动感芭蕾鞋，在袜子上面玩一些色彩，可以穿着去日常出门，也可以穿着去运动，既活泼又实穿。哪怕是度假，你就随意搭一个亚麻衬衫、袜子还有同色的背心，既好走路又满满的度假风。简单的说呢，就这双鞋子基本上可以适配我所有要穿搭的场景，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哦，对了，我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跟我当初想的一样，就觉得说缎面的鞋子会不会非常的难顾？但是我拿到手之后才知道，原来这双鞋子是可以直接丢进洗衣机里面去洗的。那我个人在保养上呢，还非常喜欢用这样子的鞋子用的橡皮擦，就是长这样子。我通常会把这样子的橡皮擦呢，就放在我们家的车上。如果你的鞋子只是被踩脏或者擦脏，不是那种泥水的那种，就是这样子简单的擦一下，然后那些脏污都会掉下来，我觉得非常的方便。那我的脚的鞋码呢是36，这双鞋子呢我选的是37。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肉肉脚的话，可以参考。再来这一双玛丽珍呢，算是我入夏以来最爱的一双了。我前一阵子还看到 Jenny 穿它了，不过她穿的呢是这一款非常标志性的小红鞋。我当时在选这个款式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纠结，是选我这样子的杏色呢，还是选那一款这么漂亮、这么显眼的小红鞋？但是考虑到实穿，我还是选了这一双杏色的。如果你是穿着非常大胆的女孩子，我觉得真的那双红色可以闭眼冲。那这一款鞋子呢，面料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可以选择，我选的呢是这样子洞的编织款，像这样子编织感镂空透气材质，这种可呼吸的设计这几年也是非常的流行。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不穿袜子直接穿的话，那个风是可以直接吹进去，吹到你的脚趾，非常的透气，非常的凉爽。它虽然不是凉鞋，可是比凉鞋更凉。而且呢，整体的以造型来讲，它也会比那一些露趾的凉鞋会来得更优雅一些。那这双鞋子呢，一样是修饰脚型的方头的设计，我很喜欢的这种方方的头的设计。鞋跟的部分它是有带一点点跟的，差不多大概1公分左右吧。脚背部分的这个系带呢，它是有带一点弹性的，所以不论是你日常的通勤还是生活中的穿搭，都非常的实穿。既然刚刚那一双鞋子折过了，我们这双也来折折看好了。它一样是这样子的，就随便折，非常的弹性，非常的柔软。这一双呢，一样是可以丢到洗衣机里面直接去洗的，可以机洗。值得一提的是，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这个牌子大多数的鞋子都是用可回收的材料来做成的。那像我手里的这一双玛丽珍鞋子呢，就是用了6个回收的塑胶瓶做成的，等于说我买了一双鞋子，我就帮地球消耗了6个没有用的塑胶瓶。包含他们家的包装盒也是用了90%的再生材料，还有100%的可回收的纸板。近几年大家应该可以常常透过媒体看到有非常多的报道在关注时尚产业对环境带来的一些问题还有危害。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理念，让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可以尽可能减少对地球的伤害。那在造型上呢，搭配刚刚的第一套的衣服也非常的合适。我也很喜欢拿这一双玛丽珍鞋搭配一些长长的裙子，就有一种轻松不费力的感觉，而且度假风满满的就吹在脸上了。如果你的身材是修长的，这样子的玛丽珍鞋也非常适合去搭配那种修身的裤装，比如说像烟管裤或者像发棍裤。但是因为我是梨形身材，我就不挑战了。另外呢，我常常在穿搭分享上会看到这样子的玛丽珍鞋呢，去搭配那种短袜。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搭配方法就不太适合像我这样子胯部有点宽，然后腿不是很长的普通身材的女生。因为玛丽珍鞋呢，在脚背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有一根带子，把我们的脚就分成了这样子的2半。如果再穿一双袜子的话，就会把自己的腿又加了一条切分的线，就会把原本不是特别修长的下半身切成更多份。所以我个人喜好上就更加喜欢这样直接穿。那这一双呢，我一样是买了大一个 size。我发现像我这样子的肉肉脚，如果买他们家 size 刚刚好的话，会有一点点的挤脚。我买了5双他们家的鞋子，每一双在后脚跟的这个部分，他们都有做一个软软的加厚的垫子。那你如果买的整个 size 是太刚好，穿在里面非常紧的话，那这个有弹力的垫子呢，就会失去它原本的作用。所以 size 的部分，大家就记得要挑自己合适的。这一
双呢，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橡胶底的这样子的一个低帮的跑鞋。这一双呢，它是一个 unisex 的设计，任何性别都可以尝试穿搭。它和一般的运动鞋不太一样的呢，就是它的这个鞋面跟刚刚那一双芭蕾舞鞋一样，都是用缎面来做的，非常的柔软，而且它的整个版型大家看到没有，是这样子宽宽的，对我这样的肉肉脚就非常的友好。当然，因为它是一双运动鞋，所以舒适度肯定是基本操作，穿上去非常的舒服，整一个弹力非常的好，踩下去就是那种弹弹的感觉。总之呢，这双鞋子是我拥有的运动鞋里面最可以兼顾气质的一双，完美的兼顾了职场还有生活的需要，穿起来就是一个 smart casual 的感觉。另外呢，它一样是可以机洗的，这样子的运动鞋可以机洗，是不是不小心把小白鞋弄脏的人的福音？那这一款呢，一样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择。我是那种真的比较保守派，所以我还是选了这样子的灰白色的一个搭配，然后再加上它整个橡胶底天然的这个橡胶色，这一整双的颜色基本上是可以百搭的颜色了。刚刚那几套造型啊，我觉得随便哪一套都可以搭这双鞋子的程度，只是说换了鞋子之后呢，整个风格就不太一样。因为它是 unisex 的设计，所以呢也非常适合搭配牛仔风格的 look， 去展现比较酷又比较随性的一面。我相信这双鞋子应该可以搭配你衣柜里的大部分的衣服。在接下来的这一双呢，如果有一直关注我频道的观众，应该早早就已经看到过了。这双鞋子啊，根本就是我的职场战鞋。我大部分的职场造型，这双鞋子它都可以 hold 住。这双鞋子呢，我相信有非常多的观众拿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它这么的眼熟？没错，来大家看一下这双我手里的 Edison 和我另外一双 Dior 的 J'adore， 是不是鞋型上有90%的相似？它到底是不是念 J'adore？ 我昨天去那个法国生活节，我应该随手拉一个法国人，让他教我一下这双鞋子到底要怎么念。虽然已经买了很久了，但是一直搞不清楚它这个正确的念法到底是什么。如果有懂法语的观众，欢迎下面教学一下。反正呢，我在买的时候，我也没有听到那个店员跟我讲这双它叫什么名字，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好，没关系，不影响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鞋子。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双鞋子是不是各个角度，它们真的都惊人的相似。这一双 J'adore 买来3万多，好看是真的好看，但穿在脚上真的是好痛。我穿这双鞋子从来没有超过1个小时过，两个脚趾卡在这边，简直是堪称酷刑。后来呢，我就入手了这一双 Edison。说实话，确实是因为它整一个造型跟鞋型真的跟我那一双 J'adore 是几乎一模一样，我觉得可以拿来搭配很多职场的造型。然后呢，因为我刚好又没有这一双 J'adore 的黑色，所以我就入了这一双。一开始买来真的是拿来做搭配而已，因为通常大家对这样子尖头的皮鞋，对它的舒适度几乎不会有什么样的幻想。没想到我上脚之后，整个柔软度让我震惊到，对比我之前瘦的那个裤型啊，这双真的是堪称太舒服了。它的整个高度呢是6.5公分，不管是职场还是晚宴，无论什么样的场合，只要你是穿到这样子鞋型的，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很好奇，它的鞋跟J'adore 的鞋跟哪一个比较长？J'adore 它有好几种鞋跟的高度，这一双鞋跟的高度跟我现在手里的 Edison 比起来的话，是 J'adore 稍微矮一点。可是 J'adore 它其实是有很高的跟的版本，只是我买的时候是买这样子矮矮的版本。从这个鞋底这么干净，就可以看出我基本上没有怎么穿过啊。这个星星真好看。重点是我穿着这双鞋子的时候呢，就不用一边顾及我自己的穿搭造型，一边就忍着嘶哈嘶哈觉得好痛。和其他我刚刚分享的 Vivaia 的鞋子比起来呢，这一双它有一个美中不足的点呢，是这一双它是不能机洗的。不过呢，不能机洗那比起其他的鞋子来讲，那也不算什么美中不足了。而且我这双嘛，本来就是黑色的，它也不太容易脏，所以洗不洗也不是很重要。那这一双呢，我一样选的是37码。这一双 Be Happy 大家是不是也已经见过了？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而且我在日常穿搭的时候，应该大家也陆陆续续有看到过我穿这双鞋子。这个系列呢，它叫 Audrey， 它有非常多的刺绣。就这个系列，它全部都是这样子，2个角，它会有不一样的刺绣的图案在你的鞋面上面，每一种图案都是少女心爆棚。这双鞋子也是我为数不多有图案的鞋子了。那鞋型的话，它算是万年常青的这样子的乐福鞋，在穿搭的时候是不需要动脑筋的，穿的
时候就一脚蹬进去就好了，不用在那边扒半天。然后它整个内里踩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柔软的，那这双鞋子一样是可以机洗的，丢到洗衣机里去洗就可以了。其实我穿这双鞋子已经弄脏过很多次了，但是其实我都不需要特别去保养它，就随便挤一些那种中性清洁剂，不管是洗手乳也好，还是你家的洗碗巾也好，还是就是洗衣精也好，就是挤到鞋面上，然后轻轻的用刷子这样刷一刷，水冲一冲，它马上就干净了。或者就用我刚刚说的那种鞋子用的橡皮擦擦一擦。所以虽然这双鞋子它是浅色的，但其实保养上来讲，我觉得基本上是属于不太用动脑的。这一双 Audrey 呢是我拥有的 Vivaria 的第一双鞋子，所以当时我在选鞋码的时候呢就比较没有经验，我就是按照我的脚的鞋码直接选了，直接买了这双36的回家。当时穿的时候就觉得好舒服，可是我穿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好像有一点点太合脚，太紧了。而且我当妈妈之后啊，就会动不动的脚就会容易肿，然后脚一肿之后呢，这个鞋子就会变得更紧。所以呢，这个鞋跟里面这个软垫设计啊，基本上对我来讲就是没有用的。再加上它整一个鞋型是这样子的尖尖的头的设计，那走路走久了呢，就会觉得脚挤在里面那个感觉还是蛮明显的。那这个就是我在选择鞋码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像其他几双就没有这个问题。那在穿搭上呢，这一双也是可以适配大部分的造型，但是因为鞋本身已经有图案了，所以在衣服的选择上，我就不会再选择那些身上有明显的图案啊或者花的衣服了，大色块的造型就会更加的适合一点点。好啦，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2025年度的我个人的一些鞋子穿搭的小心得、小分享。不知道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5款有没有哪一双特别击中你、特别喜欢的呢？也欢迎和我分享你的想法，也希望可以给正在苦恼要挑什么样的鞋子、鞋子怎么穿搭的你带去一点点的小参考还有灵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